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结婚前，陶秋昂害怕他妈妈不让我进门，撕掉了体检报告，谎称我的身体没有问题。当我终于怀孕，要和他分享这个好消息时，他却要我打掉。我姐姐才没了孩子，你现在怀孕，不是戳我姐姐的心吗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拿到报告单，亲眼看见了白纸黑字，才敢相信我真的怀孕了。家里没人，我看着时间，做了满满一桌子菜。陶秋昂和婆婆推开门时，我正好最后一道菜上桌。回来了，快来吃饭，我可忙活了快2个小时呢。陶秋昂满脸疲惫，婆婆脸色也不好。我挤出一个笑准备迎上去打破尴尬，却不想婆婆避开了我伸手接包的手，语气有些冲：你还有心情吃得下去？我不明所以，转头挽上陶秋昂的胳膊，把他扯到饭桌旁，轻咳了2声。我要宣布一件大喜事，我怀孕了，刚查出来，这是检查报告。我能感受到陶秋昂的身体在一瞬间的僵硬，一点没有心愿得成欣喜。婆婆的脸上也没有丝毫开心。妈，您怎么好像不高兴啊？您不是念叨了3、4年要抱孙子吗？我沉浸在当妈妈的喜悦里，没有注意到陶秋昂变化的眼神和偷偷扯我衣角的动作。餐厅陷入了沉默。不知多久，婆婆毫无波澜地吐出3个字：去打掉。打掉？妈，这个玩笑不好笑。我没开玩笑，花儿孩子没了，我找师傅算过了，说是有个和他相克的孩子。我还想着我家没有孩子啊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你这边刚检查完，花儿的孩子就没了，肯定是你这个孩子克了花儿母子，花儿才会导致流产。你要是不打掉，花儿也可能有生命危险。妈，那些都是迷信。姐姐，可我话还没有说完。好，就算不能迷信，你这孩子也不能留。花儿刚流产，你这又查出怀孕，不是存心给她添堵吗？以后看着你肚子变大，生下来，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每次看你的孩子都会想起这个没能留住的孩子。算妈求你了，你们还年轻，还有机会。我不理解，不可能，我不会为了这么滑稽的理由舍弃我的亲生孩子。陶秋昂，你说句话呀！陶秋昂在一旁像发呆似的干坐着，像个算盘珠子，推一下动一下。可他刚叫了一声妈，就被婆婆打断：你闭嘴！你心疼你孩子，我也心疼我孩子。你孩子没了还能再生，我花儿没了就没了，这孩子不能留。我疯狂地给陶秋昂使眼色，这孩子都来之不易，他全都看在眼里。无数的针眼，苦到想吐的药，无数个寺庙神明，可他再开口说出的话，将我的心冷成寒冰。送何家？妈说的有道理，明天我陪你去医院。我姐姐才没了孩子，你现在怀孕，不是戳我姐姐的心吗？我的身体有问题。婚前我们去做了检查，陶秋昂怕他妈妈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瞒了下来。结婚后3年，我们都没能迎接来一个新生命。医生大夫一个个的看，中药西药一顿顿吃，大针小针一针针往身上打，可我的肚子就是没有消息。陶秋昂的妈妈嘴上不说什么，可背地里跟邻里邻居和亲朋好友都在说我不争气，就算买只鸡也能1天1个蛋，她倒好1天还吃我1个鸡蛋，钱又挣得少，靠着我们家秋昂养活，还得是我们秋昂争气。我曾经亲耳听到她在楼下跟别家老太太抱怨，可就算我听到了，也无力反驳。我的身体原因使然，让这件本该顺其自然的事变得堪比中彩票。
所以当我察觉到身体有异常时，都只敢一个人去医院，害怕空欢喜一场。直到拿到报告单，亲眼看见了白纸黑字，才敢放心笑一笑。可没想到，婆婆的第一句话是要我打掉，陶秋昂的第一句话是要我听他妈的话。眼见婆婆说不通，陶秋昂又不站在我这边帮我说话，我直接气得将饭桌掀了。婆婆被吓得大叫，陶秋昂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，委屈瞬间涌上心头。4年前的承诺犹在耳边，佳佳，我会一辈子以你为先，一辈子对你好。那时的陶秋昂就算气上了头，也只会躲起来给墙角2下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对我动手。其实关于孩子的鸡飞狗跳，应该早有预见的。结婚体检就是他撺掇陶秋昂带我去的。陶秋昂为了不让我起疑心，订的是双人体检套餐。结婚后快1年的时间，我都没有动静。于是婆婆偷偷地把陶秋昂拉到一边，问他：你给妈老实说，你是不是骗我了？佳佳的检查报告，你是不是造假了？她身体是不是有问题？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动静？早知道是个不下蛋的，就不该让她进门。陶秋昂支支吾吾，被婆婆吼了一声才说道：实话跟你说吧，佳佳的体检报告很好，是我有问题，所以妈你别急，慢慢来，会有的。当下我感动得稀里哗啦，更加愧疚为什么自己的身体有问题。可如今他居然动手了，我们还是将生活过成了一地鸡毛。第2天早早起床，去上婆婆托关系给我找的轻松减班。陶秋昂几乎劝了我一整天，你也是有弟弟的人，怎么能这么冷血？我们不要这个孩子好不好？姐姐受的打击太大了，咱们还年轻，身体也不错，还有很多机会，至少让姐姐这段伤痛淡一点点，好不好？终于熬到下班，我像一个已经到了临界点的高压锅，随时要爆炸。可到家后，却看见了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陶秋昂的2位小姨以及他们的孩子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果然是害死了弟弟的人，家里姐姐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还能笑得起来？你怀不上孩子，就是你造了杀孽，你害了你弟，蛇蝎心肠，所以得了报应。陶秋昂二姨说道，脸上假模假样的笑就这样僵在那里。戳心窝子的来了，我的爸爸妈妈恨不得全世界宣传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害死了我的双胞胎弟弟。20年前在商场1楼里，他抢了我的东西，我不愿意，反抢了回来。他要去找爸爸妈妈告状，一辆货车疾驰而来，爸爸妈妈都疯了，所有人疯狂赶往医院，只有我被留在了商场里。弟弟没能救回，宣布死亡后，他们才想起我，没有一句责怪。可是从那以后，每当我嘴角稍微上扬，哪怕一点，哪怕只是无意识，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会对我指指点点，包括我的爸爸妈妈。你看他，弟弟死了，居然还能开心起来，你怎么这么冷血，没心没肺？你弟弟都死了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10年后，我考上了大学，给家里人报喜讯时，在后面加了一个笑脸的表情。妈妈直接在家族群里说，如果你弟弟还在，今年也会有他一份，你得意什么？又怎么还能笑得出来？从此，我没有在那个群里说过一句话，也没再跟家里人分享过任何喜讯。连结婚，也只是带了陶秋昂回家一趟，没有摆酒，没有告诉亲朋好友。妈妈看见我的瞬间，脸沉了下来。送回家，做人不能怎么自私，只顾自己。陶秋昂小姨接着开口，是啊，听你妈妈说了你和弟弟的事情，你应该能感受到秋昂现在的心情，做人不能这么冷血的，
突然间，从卫生间里钻出来一个邻居老太太，秋昂媳妇，秋昂妈妈一个人带大他们不容易，你嫁进来这么多年，她也没跟你提过什么要求，就这么一个要求，你就圆了老人家的心吧。陶秋昂小姨，是啊，老人年纪大了，受不得激，你就当让他顺顺心。孩子嘛，你们还年轻，总会有的，都是来逼我的，打掉孩子的。我想直接回到房间，什么都不管，可扑通一下，婆婆跪在我的身前，佳佳呀，这是算我对不住你，求你了，就给我老婆子这一个面子吧。你的面子很值钱吗？用面子让我舍弃高薪工作，去上1个月2000的轻松活计，生怕我工作忙，照顾不好陶秋昂。现在还想用面子让我打掉孩子。其他人瞬间拥上前，连忙的要扶起他，他却张牙舞爪，一个个挣脱，不许扶，都不许扶我。我老婆子今天哪怕跪死在这，也心甘情愿。秋昂媳妇，你看看老人家都给你跪下了，这是大逆不道呀。是啊，你这孩子才1个月，还什么都不是呢，不能为了一个还没成型的孩子害了2条命啊。孩子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还年轻，总归还能有。一张嘴说不过一家人。我冲进厨房，拎了一把刀出来，胡乱挥舞着，不让人靠近，径直往二姨家孩子走去，把刀架在了他的脖上，对着二姨说道：那我现在把他杀了，你愿意吗？二姨瞬间弹起，指着我鼻子骂道：你个天杀的，你凭什么要杀我的孩子？你要敢动手，我要你偿命，这是一回事吗？这是2码事。我现在疯了，不杀了你孩子，我就不能活，杀了你孩子才能活。你要为了你孩子害了我这条命吗？我要杀你孩子，你要找我偿命，那你为什么能这么大义凛然的要我杀掉我的孩子呢？孩子吗？没了就没了，还年轻，总会有的，这是你刚才说的，我现在还给你这句话，你为什么就恨我呢？我拿着刀逼他们让开了路，进了房间，简单的收拾了2件衣服、钱包、身份证、手机，出了大门才把刀丢了。而陶秋昂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我的大学离陶秋昂家很近，走着走着，不知觉就走到了学校。正是晚饭时间，学校里人来人往，步履匆匆。情人坡旁边有一片很大的水泥地，轮滑社正在进行社团活动，陶秋昂就是轮滑社的。我们相识就是在这片水泥地上。那时他刚学，根本控制不住自己，直冲冲地向我撞了上来。他满脸通红的，不停地说着抱歉，背着我往校医院狂奔。之后更是承包了我1个月的3餐和陪上课。我的宿舍在2楼，可是教学楼却大多在4层以上。学校是个老校区，没有电梯，1个月都是他背我上课下课。我曾经问他，第一次把我撞倒，为什么是背我去，而不是抱着我去？他说，抱着去，那是偶像剧的情节，可现实生活中未经的同意，那就是性骚扰。那一刻，心的某处被击中了。已经很久没有人为我考虑过什么，可现在的陶秋昂，活脱脱一个妈宝男。其实最初认识的陶秋昂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他温文儒雅，很会照顾人，会第一时间发现我的小情绪，会包容我的一切不想说，会充分尊重我的选择。算确定关系后，他能主动做的也只有牵手，就连接吻都会先征求我的同意。我的原生家庭很糟糕，所以我上大学之前都是在不幸中度过的。大学后半工半读，靠自己上完了学，几乎和家里断了联系。如果没有遇上陶秋昂，我大概会在外游荡，走到哪是家，孤独终老。是陶秋昂用26封情书
26份生日礼物，路边的板栗、糖葫芦、草环，将我拉回了鲜活的世界。拿毕业证的那天下午，就在情人坡，陶秋昂躺在我的腿上。我问他：你为什么从来不问我家的情况，也不催我带你回家？他说：等你想告诉我了，自然就告诉我了。你不肯带我回家，一定是我哪里做的还不够好，是我的问题。心底的柔软被触及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无数人听说那件事之后的第一句是：那不是你的错。可是他说：你该多笑笑，带着他那份义气。我不信轮回，不信算命，但我梦见了弟弟。他说：姐姐，我走了，但是我找了人来陪你，请务必开心。所以这个孩子，我一定要留下。我给陶秋昂发了消息：如果你和你妈坚持要我打掉孩子，那我们离婚，不再出现在你们任何人面前。半夜刚洗漱完，准备睡下，叩叩叩，有人敲门，是陶秋昂。门一打开，他就扑通的一声跪到了地上，眼里噙着泪。不可以，你跟着我回去好不好？孩子，对，孩子，我和我妈说好了，我妈已经同意留下孩子，只是我妈她说，你如果想留下孩子，就要搬出来一个人住，不能告诉第三个人你怀孕这件事情，就算是过年也只能一个人。这要求有够离谱，但是我答应了。他立马握住我的双手，保证道：你放心，我每天都会去看你。我妈也说了，每天会做好鸡汤送过去给你。你虽然一个人住在那里，但是所有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，都由我来解决。你只需要工作，然后等着孩子生下来。陶秋昂动作很迅速，一天看了5个地方看房子，定了下来。晚饭时回去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婆婆果然一句关于打掉孩子的话都没有提。悬了几天的心终于稍微放下。婆婆和陶秋昂一起送我到租的房子里面。婆婆在看到那个房子时脸色有点不太好。佳佳呀，你们要不再看看？这个房子也太旧了点，咱不差钱。我一度怀疑陶秋昂是不是有什么副业，明明工资也才7000多块钱，硬是把家里过出了7万的感觉。但我不想用他的钱，自从我嫁进陶家，用在我自己身上的一分一毫都是我自己挣来的，安心。毕竟吃人嘴短，拿人手短，租房这一项本就是额外的开销，之后我不能正常上班，房租这项只能依靠我以前的存款。我并不想在租房这件事情上花费太多的钱，于是善解人意道：没事妈，能住就行。可婆婆还是再三提议要找一个装修新一点的好一点的房子。那时候的我根本没有去思考婆婆话里一而再三想表达的真正意思，还以为她是真心的爱护我，心疼我，真心的想让我有一个好的待产环境。这几天闹得筋疲力尽，我实在没有精力再去重新找房子折腾一遍，于是一次又一次地驳回婆婆要重新找房子的要求。我就这样住了下来。第2天上午，婆婆带着大包小包到了出租房里，一边往冰箱里收拾，一边说道：佳佳呀，昂昂早上工作辛苦，我也起不来这么早，昨天连夜包了一些饺子、馄饨给你放在冰箱里，你早餐就对付对付，中午我给你送汤过来，晚上再让昂昂过来给你做饭，或者我们给你请个做饭阿姨。我本身性子就不愿意麻烦别人，哪怕这个人再亲，关系再好，没事，楼下就是早餐店，早餐我可以自己解决的，你也不用每天都送汤来。医生说不能补得太过，晚餐我也现在可以自己解决，让陶秋昂多休息休息，等后头有得他忙。婆婆支支吾吾应了一声好，尽管医生说要少补，
婆婆还是隔天就送，都是要药膳、老鸭汤、鸡汤、排骨汤，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。而且婆婆还很贴心，特意将所有的药渣都踢了出去，就窗帘破破烂烂，堪堪遮一遮。于是婆婆换了新的很漂亮的窗帘，好看的环境可以有助于你保持好的心情。周围的邻居都对婆婆赞不绝口，只是偶尔会有疑问，为什么我住在外面而不是住在家里？我就只能打哈哈。演过这个话题。陶秋昂姐姐出院那天，陶秋昂一直忙前忙后，听说姐姐情绪几度崩溃，我也开始认为对姐姐瞒下这个消息是正确的，不在姐姐面前晃悠也是正确的。等安顿好，她才想起我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。对不起佳佳，今天太忙了，忘记来看你了。晚饭吃了吗？吃过了。之前是我考虑不周，时间你多陪陪姐姐，我这里1个星期来2、3次就够了，反正也帮不上什么忙。那边再无应答，但又听见了隐隐约约的哭声。很快到了大年夜，自从公公去世后，所有的亲戚都在他家过年，已经成了惯例。整整1天，陶秋昂都没有给我发过一条消息，除了早上送来了1壶鸡汤和1笼饺子。其实一个人过年也没有什么不好，早就习惯了，只是过热闹的年，终究会有点失落。于是打开了很多年没有看过的春晚，家族群里正在红包接龙，陶秋昂也发布了朋友圈，有烟花，有守岁，有年夜饭，热热闹闹的。突然肚子隐隐作痛，我不敢耽误，立马给陶秋昂打电话，可直到电话自动挂断，他都没有接通。我又打了2个，没有接通，索性给婆婆打，也没有接通。我甚至在他们的家族群里发起了群通话，想着所有人都在陶秋昂家，哪怕有1个人看见了，也能传个话。尽管在团圆的日子不应该这样打扰人家，可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，肚子疼痛加剧，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流出。我一下慌了神，起身就要自己往医院去，余光却瞟见沙发上一点嫣红，我的腿瞬间就软了，又是拿起手机给陶秋昂一顿打。3次未接通后，我终于后知后觉，想起来呼叫120，艰难打开门后，等着120。在我即将失去意识前，我终于看到了白衣天使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大过年的。然后彻底没了意识，等才醒来，我已经在病房里。陶秋昂站在病床前，见我醒来，快步上前扶我坐起，面色憔悴，眉头紧蹙。我直觉他的负面情绪与我有关，他不敢看我，不敢与我对视。是，孩子出什么事了吗？我颤抖着。我们答应了彼此，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彼此有隐瞒。陶秋昂，是，孩子没了，对不起，昨天家里人太多，我没有接到你的电话，没能第一时间来陪你，不怪你。团圆的日子，谁都不想出这样的事情。住院第3天，医生找到我，说我的数据有些异常，问我要不要仔细查一查。我下意识就想偷偷查，不想让婆婆和陶秋昂知道。晚饭过后，陶秋昂来看我，身后跟着个小屁孩，带来了婆婆新熬的鸡汤。医生喊他去办公室交代注意事项，留下了小侄子单独陪我。小孩在病房里待得无聊，趴在我的床边，突然问我：舅妈，舅妈，你是惹奶奶生气了吗？她为什么不许我们接你的电话？不许接电话。我心下一惊，那天电话打不通，是故意的。我连忙问：那奶奶还说了什么吗？小孩挠了挠脑袋，奶奶还说你肯定是想让舅舅去陪你，搞得我们家不能过个安生年。
要晾着你。舅妈，晾着是什么意思呀？晾衣服吗？我能想象得到。小孩玩陶秋昂的手机，看到了我的电话，大声喊了出来。婆婆气急败坏地抢过手机，勒令到不许接的模样，还有在陶秋昂答应了之后的窃喜。我明明已经很小心谨慎了，哪怕我是真的想让陶秋昂陪我过年，又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吗？甚至号召所有人不接我的电话。一股寒意从脚底慢慢窜上脑门，整个人都开始发抖。一旁的仪器也开始低低地发出警报。小孩当场就吓哭了，跑着在门口大喊舅舅。原本医生说我的孩子没了，可能不是因为意外，我还不相信。我只跟他说，真的是我没有照顾好。可现在想起来，一丝丝寒意攀上后背，真的有可能不是意外。第二天，婆婆又送来了鸡汤，我状似无意开口。这2天的汤和以前的汤味道好像不一样。婆婆正在动作的身形顿了一下，说话的神情也不自然。哦，那个，之前的是给你补身体，现在这个是你小月子，给你补气血，放的药不一样，味道自然不一样。我更加确定鸡汤有问题。人都走了，病房也安静下来，无尽的落寞笼罩着我。我曾听陶秋昂说过，他接到姐姐电话时，吓得手机摔到了地上，站都站不住。姐姐伤心痛哭，茶饭不思。见了婆婆，情绪终于崩溃，才变得像个人。于是我拨通了妈妈电话。喂，哪位？在听见妈妈声音的那一刻，我也崩溃大哭起来。电话那头仅冷冷清清传来爸爸的声音：谁呀？不知道。接通了又不说话，只听得见哭声。神经病吧？那你接他干嘛呢？挂了。我赶在妈妈挂断电话前出了声：妈，是我，是佳佳呀。怎么了？哭得这么伤心。妈，孩子没了，他没了。我知道了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要多休息，养好身体。大过年的太忙了，我们就不去给你们添乱了，等有空再去看你。后头的话我一个字没听见。第二天醒来，脑子里只剩一句：你要记住你今天的感觉。这就是我当年的感觉，不知是真还是梦。出院那天，我被接回了家，租的房子呢，退了，东西都已经收回家了。你呀，把工作辞了，家里好好养着。这小月子尤其精细，你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再落下病根，可就更难有好消息了。看似关心的话语，听到心里却总不是滋味。我需要休息，可他们也没有注意过动静。你说说你，当初就说了2个孩子相克，这个孩子保不住的，让你去打了，你不听，非得弄到大过年的出事了，弄得我们都没过好年，还进了医院，多不吉利。才过了15，我堪能下地，散步慢走时，碰见了之前租房的房东。佳佳呀，你要跟你婆婆说的呀，那个窗帘还是要买好一点的，新买的窗帘甲醛很重的，买好一点，那个含量少一点。你们家又不缺钱呐，你婆婆一场麻将都能输好几千块的人。甲醛，医院那边的检查结果，吸入过量甲醛也是导致流产原因之一。我不敢细想，婆婆又开始求符水，一碗碗端到我的面前。如果是以前，我就顺从的喝了，可是现在我奋起反抗。妈，这些都是迷信。迷什么迷信？我看你才是迷信。你看看秋昂，不是我一直在庙里求菩萨保佑，他现在能这么出息。我不理解婆婆所谓的出息。陶秋昂也不过就是在一家10余人的装饰装修公司当采购经理，有经理名头，可底下也就管着一个人。但我接着婆婆的话头，既然如此，那让她喝呀，比我喝有用。于是那碗兑了2张浮灰和香灰的水，
被灌进了陶秋昂嘴里。2次之后，再也没在家里看见过符水。没2个月，陶秋昂和婆婆兴高采烈地回到家，手舞足蹈地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：姐姐刚才打电话过来，又有好消息了。整个人高兴得哭到不行。是啊，佳佳，你看画儿多好，你也赶快，这都2个月了吧，可以准备开始了。2人你一言我一句，没人注意到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原来才2个月，我却觉得过得比以往20多年还长。2个人聊得火热，从婴儿衣服到奶瓶、摇篮，甚至学步车，在哪上幼儿园、小学。当初顾及他的感受，逼着我打掉孩子，现在却肆无忌惮在我面前畅聊。我竟然有一瞬间生出了邪恶的心思。我知道不对，却无法抑制。婆婆双手合十，真是上天保佑，终于又有了。不像某些人，还不如母鸡。我当然下不了蛋。您儿子没告诉您吗？他不行，他当然不敢说。从医院回到家后，我不愿意陶秋昂碰我，被拒绝几次后，他用了枪。第2天，我从枕头底下抽出了一把刀，差点没废了他。之后，他就再没敢强迫我。他不满也不爽，我就只有一句：过不下去就离。婆婆看了眼陶秋昂，问他怎么回事。陶秋昂支支吾吾，半个字没蹦出来。我转身进房间，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把刀，丢在桌上。陶秋昂被吓得颤了颤，婆婆左看右看，也明白了大概，被气得一口气没上来，直倒了下去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佳，快打120，确认癌症晚期，家属商量，看是接回还是化疗治疗。陶秋昂经历了大喜大悲，整个人瞬间沧桑。姐姐在姐夫的陪同下赶到了医院，最后决定要治疗。妈，你要放宽心，你的外孙还有9个月就要出生了，你一定要看见他。婆婆欣慰地笑着点头，幸亏你这还有点盼头，争气。婆婆话中有所指，姐姐也跟着话意看向了我。佳佳呀，咱俩也算同病相怜了，放宽心，心态很重要，不要急，顺其自然。同病相怜，未必吧？我看了眼婆婆的报告，只叹息。婆婆您看，姐姐这刚怀孕，您就病了。我刚才呀也去算了，就是姐姐肚子里的孩子克了您，要不让姐姐把孩子打了，保您一命吧。婆婆尴尬地打着哈哈，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呢？生死都是自有命数，这会儿是自有命数了，不是逼我打掉孩子让您女儿活命的时候了。依我说，就该让姐姐把孩子打了，让您多活几年，毕竟还是个没成型的东西呢。婆婆怒吼，你闭嘴，你活该孩子没了。这么冷血的妈，能生出什么样的孩子？姐姐在一旁满脸问号。我好心解释，我查出怀孕之后，你妈说你和你的孩子是我孩子克死的，要我打胎救你一命呢。姐姐愣住了，妈，佳佳说的是真是假？婆婆羞愧难当可你的孩子是你自己不小心没的，不是我要你打的。我挑眉，是吗？但我不信，所以我去查了查，您当初新换的窗帘劣质，还有新买的柜子桌子，甲醛含量可是严重超标。我说怎么还那么好心，嫌房子就让重新找个新的。那是找新的，是要找个刚装修好的。还有你每天送的鸡汤，里面放的根本不是补身体的药材，全是活血化瘀的药材。婆婆送来的鸡汤都没有药渣，我当她是贴心，后来才知道她是为了销毁证据。所以你们的妈妈才是活该，正常人哪能想得出这种缺德短寿的做法？也不知道那个房东知道你们租他的房子干这种事情，会不会被气晕过去？婆婆的脸色
越来越难看，陶秋昂的脸色越来越窘迫。半晌，陶秋昂开口：“佳佳，我妈她只是怕自己的女儿出事，没有恶意的。”语气有恳求，却没有震惊。第一句话是为他妈说好话，而不是为我，为他未出生的孩子讨公道。不正常，不是一个正常男人的反应，除非他知道，或者他就是参与者，甚至谋划者。姐姐连忙要拉偏架：“佳佳呀，我妈就是老糊涂了，你别在意，你没当妈不知道，妈妈能为了孩子付出一切，甚至是命。”我被气笑了，呵呵，是谁害得我没能当成妈妈呢？我会用自己的命去换孩子的命，但我不会用别人的命去换我孩子的命。转头看向陶秋昂，没有半丝悔意的脸。陶秋昂，你让我太失望了，我们离婚吧。陶秋昂瞪着我，宋何家，你真要这么冷血吗？我妈刚查出来癌症，还躺在病床上，你就要闹离婚？你妈害死了我孩子，我不能冷血吗？我没有闹离婚，我只是通知你，我想直接一走了之。可陶秋昂临时出差，我没狠下心来将癌症晚期的病人丢在医院，答应帮他照看到出差结束。他出差第3天，有一个女孩子来看他的妈妈，两人言语很是亲昵，谈话间都是关于陶秋昂。我认得她，是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天送陶秋昂回来的女孩子。原来他们的相识源于婆婆张罗的相亲。女孩从高中时就暗恋陶秋昂，但是错过了表白时机。再然后，陶秋昂就遇到了我。结婚纪念日那天，陶秋昂去参加了他的家庭聚餐，听他说出他们的故事，我并不惊讶。陶秋昂从小跟着妈妈和姐姐长大，对完整家庭的向往不亚于我曾经想有一个家。作为他坦诚的回礼，我告诉了他我的遭遇，希望他能擦亮双眼，免于受苦。他离开后，我立马请好护工，第2天就离开了这座我生活了近10年的城市。临上飞机前，我给陶秋昂发了消息：离婚协议书在你床头抽屉第1层，请你签好字寄给我。另外，我建议你重新去做一个全身检查吧。他回复了我一个问号。当初他妈妈害怕我不能给他家传宗接代，还没过门就要求我去体检。陶秋昂向来听他妈妈的话，怕我生气，就订好了双人检查的套餐，哄骗着我把检查做了。检查结果显示我的身体状态良好，但很难有孩子。可1年前，我去那家医院检查，遇见了当年负责体检科的医生，才知道我们当年的体检报告拿错了，那2人名字和我们名字都只相差1个字。发现的时候，打了陶秋昂的电话告知，电话却显示空号。陶秋昂错将0626写成了0828，于是我拿到了迟了3年的体检报告。我的身体很健康，而陶秋昂才是有问题的那个，迟迟没有孩子，也让我更加坚信身体有问题。所以哪怕要苦到我直犯恶心，我都咬牙喝下。密密麻麻的阵眼，皮肤都被扎成了紫色，我依旧咬牙坚持，没有一点怨言。可谁知都是无妄之灾，可是谁知谎言才是真。我说过的，孩子来之不易，不一定还能有。祝你余生顺遂，得偿所愿。我很早就想好了我的一生，找份喜欢的工作，工资不用太高，够房租和吃饭就好。当然如果能攒点钱更好，然后旅游看风景。如果突然降临一个意外，我的生命被收回，我就拿着手上所有的积蓄，吃遍所有想吃的美食，然后找一处风景亮丽的地方，给自己买一块墓地。如果能平平安安到老，就拿攒下的钱
找个养老院安度余生。可周围的人都说我堕落、自私，可我只是想放任自己坠落。后来坠落途中被陶秋昂接住，并将我带到了平地上。他曾经拉我出了深渊，却又亲手将我推入深渊。现在我要让自己再次坠落。我算了一笔账，我想养老的那个城市最便宜的房子，一年房租只要4000块钱，还能有个小院子。我就画画画，养养花，种种菜，吃饭简单些，一年6000块钱，按30年算。小城市发展慢，我养老30年，预备50万，安度余生，应该够用。陶秋昂没有放弃找我，每隔一段时间消息轰炸我一次，说他看见了当年的体检报告，说他知道错了，说他的妈妈也很后悔，想抱孙子，找了一堆号称能生儿子的药让姐姐吃下去，说他的妈妈终究没能看见外孙出世，姐姐吃了药，孩子又没保住，病情迅速恶化，说他很想我，还是很爱我，想追回我，可他终究没能如愿，余生也没能顺遂。我被法院传唤了。时隔2年，我重新回到了熟悉的城市。原来陶秋昂一直在贪污公司的工程款，采购会拿回扣，也算众所周知的行业秘密。以前他老板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毕竟涉及金额少。后来陶秋昂为了他妈，不仅倒卖材料，还以次充好，从中拿回扣，一次采购个中差额最高可达10万多。第一次没被发现，他胆子越发大，用来充数的材料越来越次，结果材料在装修的时候出了问题，业主将公司上告，陶秋昂作为采购负责人把控不过关，自然要被查，这一查就兜不住底了。我作为他贪污公款有可能的受益人，自然要被传唤。可是他们查来查去，没有我知道钱存在的证据，也没有我享受了这笔钱的证据。结婚4年，他的钱只用在了家庭开支，他以及他的妈妈身上。那一刻，我无比庆幸我的谨小慎微。一晃10年过去了，陶秋昂还上演着铁窗泪。我已经攒到了足够的养老基金，也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，写写歌，写写故事，还有现存的版权收入。除掉每月打回家的赡养费，其余的钱我都用来旅游了。我已经去过了北京，看过国旗升起，也去过草原，可能牛羊成群，云南大理，苍山洱海，成都重庆，山路蜿蜒，长白山，一望无际的雪。剩下的地方，我会一点一点留下我的脚步。看见想买的东西，只要身上的钱足够，我就一定买下，留住当下的开心。离开时送给有缘人，他们只认识现在的我，不会探索以前的我。有过几个保持联系的朋友，但是我从未再将从前的事吐露半分。如此生活，于我便是最好的归宿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生孩子那天，张子文把我堵在产房门口。老婆，你先把剖腹产的钱我一下。我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。这不喂，这么会你怎么不把你命给我？护士把我推到产房门口，孩子马上出生，我痛得哇哇大叫。张子文不知道从哪个角落窜出来，堵在产房门口。老婆，你先把剖腹产的钱我一下，不交钱，他们不让你生孩子。张子文神色着急，眼珠子却直勾勾盯着我的手机。要不是不知道我手机密码，他的手就要戳到我手机屏幕上来了。我疼得拿起手机的力气都没有，还是旁边的小护士把手机递给了我。张子文看我迟迟没有把钱转给他，又开始催我。老婆，
快点呐！不交钱，难不成你要在这里生孩子吗？转个钱怎么这么麻烦？不就是动动手指的事情吗？难道你不想转给我？你想让我当冤大头，帮你出全额？他尖叫着指责我，四周所有人都望过来，好像今天是他生孩子，而我不出剖腹产的费用一样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孩子是我和他的，我怀胎10月的辛苦他不说，出一点剖腹产的钱就觉得自己是冤大头了。牙齿在我嘴里被我咬碎了一轮又一轮，我挣扎着坐了起来，抬起手，啪的一巴掌甩在张子文的脸上。这不喂，你这么会怎么不把你的命给我？护士见我撑不住了，连忙把我推进产房。我拜托一个医生帮我交钱，等我生完孩子就转给他。嘱咐完这一切，我终于确定我重生了。前世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张子文堵在产房门口，非要我把剖腹产的钱给他，他才肯去交钱。我当时气得半死，但我临盆在即，不想和他耗下去，当即把钱转给了他，他这才放我进了产房。后来我无意间听见他和朋友炫耀，找女人还是得找李乐一这样的。听到这话，我靠在墙角，脸上还扬起幸福的笑容。我和张子文是校园恋爱，这些年他对我可以说有求必应。追求我的时候，他顶着台风跑去2公里外的地方买；和我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又声势浩大的在迪士尼乐园里面向我求婚，满足了一个女人对爱情所有的幻想。他唯一的缺点是对钱太抠，他要我和他每一项开支。每次一想到这里，我都气不打一处来，但我又想起他对我的好，安慰自己哪能要求人完美，于是心甘情愿和他谈了恋爱后每一项开支。可下一秒我就笑不出来了。张子文见朋友朝他投过去取经的眼神，很是得意地说，李乐一这样的大学生，新时代知识分子，追求的是女权，是男女平等。她这种半醒不醒的女人，经济独立不仅可以给，有时候你选个贵一点的，再说点自己的难处，她就心甘情愿把所有钱都给了，连那都不用给了。再加上她又摆脱不了贤妻良母的角色，在家里做牛做马也任劳任怨喽。我听见张子文和他朋友咯咯的笑声，冲上去杀了他的冲动都有了。我每天早出晚归，在公司里面为了一个项目争得死去活来，晚上回家累得像条狗，还要给他全家做饭，他却一直在利用我的善良，为他赚钱，为他操持。他不仅工作上轻松了，家里的家务活也不用他干，成了朋友圈有名的闲散人。我恨这些年青春喂了狗，更恨自己识人不清，被人利用。脑子里突然想起来，谈恋爱之后，他和我提出我欣然同意。可是每隔2个月左右，他就会找一个他根本负担不起的约会场所。每次我都好心的提醒他，这太贵了，算了吧，这些钱可以够你吃半个月了。张子文却扬起一抹酸涩却又幸福的笑，没关系啊，乐一，你喜欢就好，我可以吃泡面的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特别愧疚，然后就偷偷去结账。而张子文也默许了这一切，一次都没有和我提出过 A 的事情。原来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算计我。2行眼泪刷过我的脸颊，我捂着自己的嘴不敢出声，好半天我才把夹着咸味的眼泪吞了下去。孩子已经5岁大了，依赖父亲的紧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和他撕破脸皮，于是我忍了下来。再后来，他带着小三进入家门，我在楼梯上和他起了争执，小三把我一把推下去，当场坠楼而亡。楼梯的监控坏了，
张子文又一口咬定是我失足落下去的，杀人凶手就这样逍遥法外。而他和小三一边享受我的巨额财产，一边享受着我女儿叫他们俩爸爸妈妈。我原以为我就要在抱憾终生，看着仇人逍遥法外，可老天偏偏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呵呵，重来一次，我玩不死你们一家人。张子文用冰块敷着半张脸，面带笑容，眼神却跟淬了毒一样。一个巴掌而已，虽然我平常有在锻炼，手上的肌肉壮得跟头牛一样，但我都生完一趟孩子了，还在矫情给谁看呢？我回给他一个白眼。你很空是吗？去给我买点鲍鱼龙虾什么的，我饿了，还站着干什么？你耳朵聋了吗？我声音提高了8个度。张子文吓得够呛。乐一，你刚生完孩子的，吃这些不好吧？要不喝点粥吧，小米南瓜粥最养胃了。我直接把手里的遥控器拍在桌上。你是孕妇还是我是孕妇？你在生孩子还是我在生孩子？我想吃什么，我肚子不知道吗？说完，我抄起手边的苹果朝他扔了过去，刚好不好砸在被我扇了一巴掌那半张脸上。他疼得嗷嗷叫，对上我阴冷的目光，略带讨好的看着我。买，老婆想吃什么我都给你买，你在这等着。走到门口，张子文有些小声地问我，老婆，那个钱你能现在给我吗？显然的底气不足，被我那一巴掌打懵了。我大声尖叫，钱！你眼睛里只有钱。你老婆刚给你生下个小孩，你买点东西给她吃，要了你的命还是喝你的血了？我一改往日温柔的形象，不少人被我的大嗓门吸引了过来。他们所有人看着张子文，都指指点点。老婆刚给他生了个小孩，买点吃的都要问老婆要钱。我去，这种男的都能找到老婆，抠门真是抠到姥姥家了，还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。张子文听见这些话，羞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一溜烟人就跑没了。出门之前，他望着我，眼里虽有疑惑，但更多的是放心。他疑惑的是我怎么从温柔可人的人设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泼妇，但他也放心，毕竟我刚生完孩子，情绪不稳定，发点疯也属于正常情况。而且他肯定认准了我不会拖着这点小钱不给他，毕竟我是一个懂得男女平等的好女孩。但今天我想给他上一课，好女孩也是会不给钱的。我钻进了被窝，用金丝被子盖住了自己的脸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怕脸露在外面，笑出了声，被别人听了去。出院之后，我又开始使唤张子文的妈张兰。我天天念叨着太累了，带不了一点孩子，不如请个住家保姆算了。每次张兰都自己冲上来，殷勤地把孩子哄好，家务活都干得整整齐齐，还给我抱怨，我都这么大了，还要在家里干这么多家务活，我命怎么这么苦？我当即表示可以请一个保姆回来。一听到我说请保姆什么的，张兰立马又去拖地煮饭了。我说，妈，我可没逼你干，你可别出去说我虐待老人。她怨愤地点了点头，意料之中的事情，她抠惯了，哪里舍得请一个月1万多的保姆？就算我和他儿子张子文一个月也要出6、7千，他舍不得，宁愿自己每天气得比狗早睡得比鸡晚，也不愿意让我花这个钱。张子文看他妈每天累得喘气，也和我抱怨，乐一，咱妈那么辛苦，你平常多帮着干点家务活。我在心里冷笑2声，大孝子笑到我面前来了。我心疼地说，既然妈太辛苦了，那咱们就请一个住家保姆吧，不贵，我打听过了，就1万3、4左右。张子文又犹豫了，
掰着指头算要从他工资里面扣多少。没事，我和你下来你就出6、7千，这6、7千虽然花了你1个月的工资，但能买你妈一个清闲，也挺划算的，不是吗？张子文叹了一口气，对我说：但我看妈挺乐意的，她也找不到事做，就让她做吧。我有些遗憾，真的不请保姆了。不请，既然是张子文的意思，我第2天就如实汇报给张兰。她气得不轻，为了儿子还是忍了下来。上辈子老太太折磨我，花样百出。晚上11点半了，我困得不得了。她把我从床上叫起来，让我给她炒一盘清炒竹笋。我不做，她就到处说她养张子文那么多么不容易。我嫁给张子文，却一点也不孝敬他。为了忍住邻居的非议，我不知道多少个半夜起床给他煲粥炖牛肉。既然他那么爱折磨人，那让他也尝尝做不完家务的辛苦。他生怕我反悔，请了保姆，干活干得更加卖力了。厨房里的瓷砖锃亮，窗户我都看得见反光。我也懒得管他，每天白天出去做瑜伽恢复身材，晚上回来就大喇喇躺在沙发上等张兰做干饭菜，好好享受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幸福。日子很美好，乐得自在。我就当家里养了2个下人。但张子文和张兰不这么想。我偷听到张兰和他儿子抱怨：我一个人拉扯了你半辈子，你现在有出息了，娶了个有钱媳妇，要你妈给你带赔钱货，还要伺候你媳妇。我这么累死累活都是为了谁？你个没良心的！你不是说他有几千万吗？怎么什么钱都要让你出一半，还让你垫付？还有这套房子，你怎么还没让他把你的名字加上去？这些天，张子文天天都在催我把住院时给我买的极品鲍鱼的钱给他，还有我出院之后他给家里买菜买肉的日常开销。我又开始发疯。Triple A， 我有说过不给你吗？等我过完月子再一起结算。张子文急得团团转，又不敢冲我发火。一方面我现在是真疯，另一方面他怕我和他离婚，毕竟他除了抠还惦记着我有几千万。这些钱是我爸妈车祸去世后留给我的，我看得紧。结婚之前去公证处办理了手续，证明这些都是我的婚前财产。如果现在离婚，张子文1分钱都分不到，所以他只能讨好我。看在他这么兢兢业业的份上，我给了他一个惊喜。这些天辛苦你了，等办完满月酒，我把生孩子你买的东西那些钱微信转给你。你不是说你想开个公司吗？等孩子满月以后，我给你转100万，你拿去折腾吧。他笑得跟一朵菊花一样，我硬生生想吐。真不知道以前怎么瞎了眼，看上个这么个奇葩。我安慰自己，没关系，他会有他的报应的。孩子满月前1周，我和张子文在商量办满月酒的事情。我特意问他：老公，宝宝的满月酒你想在哪里办？还要选地方。张子文僵在原地，夹菜的动作微微一愣。满月酒就在家里不行吗？当然不行了。月月是我第1个女儿，我当然要给她最好的。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我们有了孩子，她要天上的星星你都要摘给她吗？小孩的满月酒是最重要的了，可以保佑她未来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我抬头看了看不远处的女儿，满眼温柔。张子文是个垃圾，但他不是，他是我的骨肉。这个世界上与我最亲的人。张子文皱了皱眉，有些不满。我知道他当然不愿意给女儿大办满月酒了，他骨子里和他这个重男轻女的妈一样，看不起女人。我生下月月，他连抱她都很勉强。没关系，给不了感情，给物质也是好的。他妈却怒了，把筷子往桌上一扔，
一个赔钱货还想大办满月酒，李乐一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在家里办已经很好了，你还想挑个好地方？你一天天的就惦记我儿子的钱，生孩子的时候就要吃这个贵的那个贵的，现在出院了还不消停，飞来的筷子甩在我的脸上，差点戳进我的眼睛。我强忍住愤怒，又换上那副乖巧懂事的样子。老公，妈既然不想给月月办，就算了吧。虽然我已经通知同学们来参加了，这下只好一个一个私聊说取消了，不给月月办满月酒。之前说给你那100万也就算了。他眨了眨眼皮，朝他妈瞪了2眼，又把我搂在怀里，亲昵地揉了揉我的头发。办，不仅要办，我们找个好地方给月月大办好不好？我躲在张子文的怀里，悄悄瞥了一眼张兰。他儿子刚才甩了他脸色，他现在脸上黑的可以滴出沫了。张子文又用眼神给他示意，让他安心。想必他又在盘算着用什么理由让我心软，一个人心甘情愿负担下满月酒的钱，然后又兑现承诺，给他转100万过去。而且更重要的一点，张子文人穷却好面子，一听说我已经把邀请发出去了，哪里好意思再撤回来？要是哄下我给女儿办一个豪华的满月酒，他在同学面前面子里子都有了。他想用我的钱装逼。我突然想起网上那句流行的话，妈的，最烦装逼的人。你且等着吧。满月酒那天，他在同学面前装够了逼。班长问他，在这里办满月酒要花不少钱吧？张子文喝高了，意识还剩一点，不贵不贵，都是小钱。哎，我还想问多少钱？我哪天有孩子了也想在这里办。张子文端起酒杯的动作愣了一愣。上大学的时候，班长家里算比较有钱的，他总是有意无意穿一身几千块钱的大牌，引起全班羡慕的眼神。而张子文看着自身的几十块钱廉价货，对班长总是充满了嫉妒。但这个酒店，班长要办还是要出一点血的。想到这里，张子文觉得羞辱班长的机会来了。没事，等下我把付款截图发到群里，你看看有没有钱来这里办。然后手指疯狂在手机上戳来戳去。我的手机突然来了消息，打开一看，老婆，你把付款截图发给我呗。我冷冷的回应，什么截图？我没有。我和他中间隔了好几个人，分配座位的时候，我特意嘱咐他，我要和女同学坐在一起叙旧，隔着大老远。我看见他原本浑浊的眼神突然就清醒了，远远瞥了我一眼，又讨好地说，老婆，就是满月酒的付款截图啊，快发给我吧。这时候我听见男生在催他，哥，怎么一张付款截图找了这么久啊？我们还想着班长下次再请我们来呢。他急得很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碍于这么多人在场，又不好直接发作，只好耐着性子在微信上问我，老婆，你怎么会没有付款截图？难道你没给月月的满月酒结账吗？酒店是他挑的，合同是他签的，定金是他付的，我怎么会结账呢？只是昨晚他躺在床上，有些委屈地对我说，公司里面那个老妖婆真是有病，非要让我垫付几万块钱的出差费用。这下好了，我的存款又要没多少了。背对着他，我没有作声。他以为我心疼他，为了保护他可怜的自尊心，又去偷偷结账了。可是我没有啊。我飞快和他对视上，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，冷冰冰地回道，老公，钱还没结，工作人员说等下来找你结完余款。张子文的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，昂贵的椅子上跟张了针眼一样。
他在原地磨来磨去。根据我对他多年的了解，这是他焦虑症发作的症状。他一杯一杯的猛灌啤酒，手上的拳头越握越紧。我又补了一句：老公，工作人员刚给我发消息，说现在过来才怪，我催他们来的。我就是要让他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出丑。他疼的一下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了，刚好撞上服务员推门进来。我坐在远方，抄起手看这出好戏。张先生，请问这边您是要怎么结账呢？现金还是刷卡？张子文僵在原地，又冲到我面前。乐一，你先去结账。我笑了笑，老公，我的钱都存了死期了。再说了，你工资1分钱都没交给我，我哪里有钱？此话一出，全场寂静，所有同学都带着审视的眼神盯着张子文。刚才他还在饭桌上炫耀自己多有钱，现在结个账还要自己老婆付款，而且自己工资还没有上交。他狠狠拉扯着我，顾不上维护自己的深情人设。李乐一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不是给你说了我要给出差要垫付几万块钱，你为什么没去结账？一个和我好了好多年的女生突然出声，原来全身上下只有几万块钱啊，没钱就没钱，还打肿脸充胖子。其他人也纷纷附和。他刚才说自己赚这么多都是奋斗的结果，原来是奋斗当李乐一的小白脸。张子文的脸刷一下就变白了，后背上的冷汗把背心都打湿了。我好心地扶住他，生怕他一个受不了倒了下去。老公，虽然我没有那么多钱，但是我现在手里还有1半的钱，你不是一直要我和你 AA 吗？这刚好够我们两下来的钱。这样吧，你把另一半转给我，我去结账。张子文彻底慌了，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同学面前装一个没钱但很舍得的大方人设，同学们不会看不起没钱的，但绝对会厌恶这种没钱还喜欢装的人。所有人都往后退了几步，我又补了几句：老公，怎么还不准给我呀？你是不是不想转给我呀？可是谈恋爱的时候，你不是就和我说，男人女人都是平等的主体，所以也是最合理的分配。这么多年，你看哪一次我没有把钱给你？今天我第一次让你给我，你怎么不愿意呢？你是不是又有优惠券啊？所以想让我把钱转给你，你用优惠券少花一点钱。说完，我歪头看了看他。从前他还爱从各大平台抢优惠券，但是要我以原价和他给，美名其曰自己抢优惠券也费时间费精力，有时候商家折扣比较大，他还从我倒赚一笔。我以前真是脑子进水了，真的相信了他这一套理论，傻乎乎每次转账只有转多没有转少的时刻。同学们都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不知道谁带头说了一句：张子文，没想到你这么穷啊，这里酒店也挺贵的，既然你这么多年都贯彻 AA 制，我也吃了一份，我把我那份也给你。说完就把钱转给了张子文，然后顺手删除了他。有不少人对我的眼神从羡慕转向了同情。等人走完了之后，张子文狠狠拽着我，凶神恶煞地质问我：李乐一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想让我丢脸？你开心了吗？我一脸无辜：老公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就是把我们的相处模式告诉同学而已呀。你不是说这是当代男女最平等的相处模式吗？说完，我踩着高跟鞋转身走了，留下张子文一个人愣在原地。我要去看我的女儿，几个小时不见，她肯定想我了。当天晚上，张子文没有回家，我当然知道他去哪了。他和他的老情人幽会去了。我特意利用女儿满月，把大学同学都请过来，不
不就是为了给这对狗男女制造机会吗？当年张子文明明喜欢的是我们班另一个女孩施小石，但偏偏转过来追求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不知道谁把我身负巨款的事透露过了张子文，他开始密谋接近我，从我身上捞钱。一方面，这可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拿着这些钱抽空和施小石出去花天酒地。这么多年，他们从来没有断过联系。既然他们这么相爱，我也不忍心拆散他们。没有机会，我帮你们创造机会。张子文惨遭同学厌恶，被踢出了班群。不知道张子文给他妈说了什么。晚上回家，他妈像鬼一样指着我的鼻子问：“李乐一，你给你赔钱货办满月酒，为什么要我儿子出钱？还串多你那群同学给他难堪，他现在没有朋友了。你说这一切是不是你设计的？”我甩手就给了他一个巴掌。在这个强盗的家庭，我真是要被他们一家人气笑了。女儿的满月酒，为什么要他儿子出钱？他有没有想过，他儿子也是月月的父亲呢？张兰摸了摸脸，随即朝我冲过来，我顺手将他推倒在地上，好巧不巧，额头撞在了茶几上，鲜血咕噜咕噜往外面冒。老太太伸手一摸，吓个半死。来人啊，来人啊，快救命啊！儿媳妇谋杀婆婆了，儿媳妇谋杀婆婆了！我要告诉子文，我要让她和你离婚。老太太撑着站了起来，想要动手打我，又被我一脚踢翻。妈，你随便怎么叫，你看有没有人搭理你？这栋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别墅，隔音效果好得很。还有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你儿子会不会搭理你？老太太眼里满是慌乱，掏出手机开始给张子文打电话。我把女儿抱进卧室，躺在沙发上吃着薯片看电视，一连拨打了10几个，张子文都没有接听。老太太又挣扎着冲过来，这次她没有动手，站在离我有2米远的地方质问：“李乐一，你把我们家子文怎么了？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是他的特别关心，他怎么可能会不接电话？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耍了什么花样！”我笑了起来，调了调遥控器，张子文立马出现在屏幕之上，和他缠绕在一张床上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施小石。妈，你儿子现在急得和别的女人滚床单呢，你看他理不理你？说完，我又把画面放大，对准了张子文和施小石那张脸。施小石问：“谁这时候打开的电话？”张子文亲了亲他的脸颊，顺手把手机声音都关了。我妈那个死老太婆，不用管她，一天神经兮兮的。说完，又和施小石打闹在一起。余光中，我瞥见老太太脸色青一阵黄一阵。生了张子文不久，她就死了老公。她一个人在农村拉扯张子文长大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。谁知道有一天能听到自己儿子亲口骂自己死老太太，老太太的心不得拔凉拔凉的。我懒得管她，接着看下去。小石，你放心，李乐一已经答应给我100万了。等我再哄他一阵，把他那套别墅骗到手，我就和他离婚。哎呀，宝贝，不要担心，他就是个缺心眼的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只要我稍微说说什么男女平等，应该共享财产，他就自觉把钱转给我了。我当然爱你了，怎么可能爱那个丑女人？施小石有些担忧，要是他不给你怎么办？我和他多年同学，他一向对钱看得紧。张子文搂着他，舔了舔他的嘴唇，不给我，我就一不做二不休。她一个孤女，死了也没人会在意的。施小石的脸上闪过一丝娇羞，随即迎了上去。2个人不知天地为何物，颠鸾倒凤搞在一起。我把屏幕关了。妈，
我说什么着？你儿子会不会理你？老太太咬咬牙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没听张子文说吗？他会踹了你的。你离婚了，我看谁还敢要你！我呲个大牙，剥了颗葡萄往嘴里扔。妈，你和你儿子太幽默了。先不说那100万，我压根还没有转给他，他在那里做什么青天白日梦？再说了，张子文现在和别的女人上床，属于婚内出轨。你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他就会打电话让你去警局捞他了。其实我压根没想好怎么算计张子文，他做事太细致了，我很难从哪里抓到漏洞。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和施小石前后脚进了一家酒店，他开的房，施小石偷偷溜进去的，没敢去登记。他不知道这家酒店以前是我爸的，现在刚好在我的名下，加上我是他名义上的合法妻子，证件一出，酒店就让我查看监控了。我原本以为只会抓到他出轨的画面，哪里能想到他还大放厥词，说要杀了我。我报了警，说有人非法卖淫，警察不疑有他，马上就去抓人。我听说警察踹开门的时候，张子文和那女人正在高潮，看到警察制服那一瞬间，他吓软了下去，似乎再也没法硬起来了。其实我要谢谢他，一晚上什么事都给我做到位了，省得我还花别的心思去算计他。我请了个保姆在家里看孩子，自己躺在沙发上嗑瓜子看剧。张子文像条疯狗一样冲进来，李乐一，你他妈在网上放我的视频！我勾唇笑了笑，从未有如此开朗。张子文，你不是教我夫妻2个人要坦诚相待，你出去和别的女人开房，我不知道算不算坦诚，我只好放到网上，请教网友来评判你算不算一个坦诚的人了。昨天晚上我熬了一宿，把宴会上张子文关于 A 的言论，还有他和别的女人上床的视频剪了出来，放到了网上，蹭了蹭女权的流量，带了井号他说男女平等就要 A， 井号剖腹产老公要我和他钱对吗？井号老公和别的女人上床，按照 A 理论，我是否可以和别的男人交往？没想到一夜之间，帖子就爆火了，张子文的身份瞬间就被网友人肉了出来。一大早，我就听说张子文公司发了个声明，称他不再是他们公司的员工，带着这么大怒火回来骂我，肯定是发现自己进不去公司了呗。我站了起来，1.75米的个子，踩上高跟鞋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你有胆子和别的女人上床，就要有胆量承担这一切的后果。你们公司开除你，那是基于对你人品的考量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自作孽不可活。你和我多年，这不是你一直倡导的正确的价值观吗？我就是放到网上，让网友支持你，又怎么了？说完，我把他的东西都扔到屋外，正式通知你，我已经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，你可以滚了。张子文提着大包小包走的时候，还对我放狠话：李乐一，你真当我离开你活不下去了是吗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会让你好看的。我直接把大门关上，懒得听他废话，我且看看他是怎么让我好看的。没等到3天，他就又爬回来了。我听说路人跟躲瘟神一样躲着他，就他你知道吗？老婆生孩子剖腹产的钱都要让女方，还堵在门口不让女生进产房。对，而且还婚内出轨，骗女方的钱，还想杀了他老婆，真是人心叵测呀！离这种人远点吧，谋财的很多，害命的也很多。像他这种又骗感情又谋财害命的可不多见。我当然知道他现在跟过街老鼠一样，也知道
他在这座城市压根没有别的去处，他想租房子，别人一听说是他都不敢租，生怕自己房子摊上什么命案。他想找工作，可他的名气已经没有公司敢用他。这个时候，他还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他没料到我会要求他赔偿我20万精神损失费，而且我还要求他额外支付我30万，作为他妈偷到我翡翠玉石的补偿。他一定不知道，从我让他妈上门的时候，我就在家里大大小小的角落安装了监控。重来一辈子，我怎么不知道他妈那个贪小便宜的德行，特意没有把贵重物品放在保险柜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那串玉石就消失了。其实那串玉石是我重生回来新买的，压根没有30万，钱从朋友手里转手交了一点税，大部分又回到了我这里。但发票说他有30万，张兰就要赔我30万。张子文跪在地上，拉扯着我的脚：“乐一，乐一，你不要这么狠心，不要离婚好不好？不要离婚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难道你就不要了吗？”我觉得烦，一脚蹬在他的脸上：“张子文，你滚不滚？不滚，我叫警察了。乐一，我只是犯了一个小错误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还是可以回到从前的。我们还有个女儿，女儿也需要爸爸的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”我叫门卫把他拖走，远远地望着他：“张子文，钱不给我，我们就法院见。”张子文怕他妈真去坐牢了，连夜把钱转给了我。那20万精神损失费怎么也不给我，还在微信上威胁我：“乐一，我好心提醒你，女儿没有爸爸，她会恨你一辈子的。而且你离了婚，又生了孩子，哪有男人敢要你？要是你现在求求我，我还可以不和你离婚，你还不至于沦落到没人要的地步。”没看完，我反手就把消息删除了，伸手摸了摸女儿的脸颊，她冲我甜甜地笑了起来。我想，去父留子比有一个糟心的父亲更能让女儿舒心。法庭上，他和他妈嘴巴还很硬，隔着大老远冲我吼：“李乐一，没想到你这么恶毒，你这种女人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看上了你。”张兰也大吵大闹：“还我儿子的钱，还我儿子的钱，女骗子！”我白了他2眼。法官立马让人把张兰强制带了下去。张子文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立马噤声不说话了，只是像只毒蛇一样盯着我。没关系，随便看，毕竟我提交了他出轨的证据。法官把女儿判给了我，又让他给我20万。20万，那可是他多年工作最后的积蓄了。我拿了钱，彻底把他删除拉黑一条龙。张子文没了工作，又把钱都赔给了我。他开始到处乱咬人，让他妈把当初偷我的那个镯子卖了当做家用。谁知道市面上说这个镯子就几千块钱，怎么可能值30万？最多5000回收。张子文和他妈分文没有，咬咬牙同意了。隔天，他俩扯了个横幅，在我任职的公司大吼大叫：“李乐一，骗子，还钱！你拿假的翡翠骗我妈，诈骗了我们家30万，马上还钱！再不还钱，我就叫警察了！我要你牢底坐穿！”我还没有动作，经理就自作主张帮我安排保安，把他俩赶走。没办法，谁让我是关系户呢？我爸妈虽然死得早，给我留下的钱财和关系那可多了去了。这家公司，我大伯是董事长啊，他俩不依不饶，还在楼下叫嚣。有个有躁郁症的同事直接把装满热水的水杯扔下去：“你他妈滚不滚？再不滚，我可保不住下一个杯子会不会让你脑袋开花。”那滚烫的热水溅在张子文的脸上，起了好大一个泡。对上我同事的眼神，他拉起他妈就跑了。我笑了笑，
花了1万给同事买了一点药作为感谢。后面的事我不大清楚了，但我大伯跟个狗腿子一样，非要给我汇报他们一家的惨状。原来张子文和施小石2婚了。我那个视频火了之后，2个人跟过街老鼠一样，没办法，只好凑在一起过日子。张子文还是严格执行他的 AA 制，施小石可不管这些。他高中练过武术，每次张子文一说施小石一个拳头打过去，张子文要在床上躺半个月，时间久了他也不敢提 AA 了。只是2个人找不到稳定的工作，待几天他们就会被雇主发现他们是网上出轨热门男女。所以说这几年他们一直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，而张兰也再也不能躺在家里拿钱。张子文恨他偷了我的手镯，平白无故损失了30万，对他不是打就是骂。快70岁的老太太了，每天还被逼着去干活。再后来3个人的收入完全不能负担他们的开支。我大伯听说之后，找人给他们引荐了云南边境的一个工作。那人吹得天花乱坠，说什么年薪100万，包吃包住，不用交钱，急缺人才。张子文脑子都不过一下，就拖着他妈和施小石去了云南边境。我听到这4个字笑出了声。张子文，祝你在缅北器官完好无损，最好还有力气和你的雇主坚持 AA 制。你他一个诈骗失败，他挨你一条皮开肉绽。我凑到女儿跟前，摸了摸她的脸颊，她伸手擦了擦我脸上的泪水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今时今日，我终于不是因为困难而流泪，这泪水仅仅因为此刻拥有的幸福。我将我和张子文的故事写成了小说，好多人催更，也有好多人骂从前的我，女主也太没脑子了吧，让她挨钱就挨钱，让她干活就干活，好无语。我的大女主呢？就是现在真的还有这种女人吗？我在评论区留下一段话：亲爱的女孩，我很高兴你们认为这样的女孩并不存在。那么首先请恭喜你自己，至少你已经不是这样蠢了。我更想说，在这个时代，女孩追求女权，追求男女平等，并没有错误。千百年来，女人追逐平权这个梦想走了太远太远的路，但走到今天，仍有男人利用女孩的平权思想给自己套好处。文中的张子文就是个典型例子。我想对你们说，或许有时候你不用太贤妻良母，更不用太懂事。我更希望你在与男人相处时保持锋芒，时刻警惕。当然，AA制并没有错，错的是那些既要我们AA金钱，还要我们无私奉献的人。他们一边吸我们的血，又吃我们的肉，实在是荒谬。姑娘们，大胆地往前走吧，去时刻清醒，去追求你认为的平等。这条路上，你不是一个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，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